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是美股在前一日鲍威尔的讲话后普遍上涨，因投资者暂时搁置了利率担忧，将焦点转向苹果公司财报和即将发布的月度就业报告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一季度生产力增长放缓，劳动成本激增，生产力同比增长 2.9%， 但仍稳固，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至 4.7%， 劳动力成本和通胀激增。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，但主席鲍威尔表示，通胀尚未达到 2% 的目标。请看下面这条，美国新失业金申请人数维持低水平，劳动力市场紧张，预计将继续支撑二季度经济。尽管第一季度生产率增长近乎停滞，但经济学家认为总体生产率趋势稳定。接下来这条，科技巨头加大人工智能投资力度，包括亚马逊、Alphabet、微软和 Meta， 投资者对此反应不一，关注巨额资本开支的未来收益和基础设施建设。科技公司将人工智能视为下一个科技时代的制胜之道，正投入巨资压住未来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因美联储加息，债券流动性下降，导致投资者不愿购买新债。2023年3月，两家银行因债券投资损失和投资者信心丧失而倒闭。目前银行部门担忧已缓解，但市场对流动性风险的审查更为严格。我们来看一下 Peloton CEO 巴里·麦卡锡辞职，因公司进行重大重组，裁员 15% 以削减成本。接下来，本季度企业强劲收益和盈利预测难以打动投资者，因第一季度的创纪录涨幅导致股票估值过高。让我们关注环球音乐与 TikTok 达成授权协议，解除艺术家音乐限制，双方将合作提升变现机会，促进艺术家拓展全球影响力，并就人工智能影响达成一致，保护艺术家创作与收益。接下来，俄罗斯否认与朝鲜军事合作，称其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且不威胁地区安全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联邦行政法法官裁定，亚马逊 CEO 安迪·贾西在2年前的媒体采访中发表的反工会言论违反了劳动法。请看下面这条，尽管联邦健康部门警告消费者食用生鲜奶会感染禽流感，但美国生鲜奶销售商似乎并不受影响。许多生鲜奶饮用者对公共卫生官员持怀疑态度，包括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。 尽管巴氏消毒牛奶的初步测试表明该过程会杀死病毒，但专家仍在调查禽流感是否可通过食用生鲜奶或奶酪传播。下一条，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 Pemex 在2023年下半年通过其子公司向古巴出口了约2万桶每日的原油和精炼产品。接下来，尽管特朗普总统任期内汽油价格较低，但这与特朗普无关且不再有效。如果特朗普赢得第2个总统任期，任何人认为他会采取果断行动降低能源价格可能会非常失望。下一条，福特4月美国销量小幅下降，但混合动力和卡车销量持续强劲，凸显其向这些车辆的转型。尽管4月少了一个销售日，福特仍售出178588辆汽车，比去年下降 2.4%， 但今年销量仍增长 4.2%。 福特混合动力车销量同比增长 60%， 至近 1.8 万辆，由 Maverick 皮卡和全新 F150 混合动力车的大量出货量推动。接下来，诺和诺德第一季度业绩强劲，但股价下跌，因其 GLP 一明星药物 Ozempic 和 Wegovy 表现强劲，公司销售总额增长 25%， 达到95亿美元，超过92亿美元的预期。Wegovy 收入13亿美元， Ozempic 收入39亿美元。接下来这条，预计4月份就业报告显示，上个月美国劳动力市场稳步增长，但速度有所放缓，这不太可能改变投资者对美联储下次行动的看法。让我们关注，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批准了埃克森美孚斥资600亿美元收购先锋自然资源公司的交易，但禁止先锋前首席执行官加入新公司的董事会。FTC 指控先锋前首席执行官斯科特·谢菲尔德与欧佩克及欧佩克家串通，可能抬高原油价格。先锋对此表示反对，但不会阻碍合并。最后一条是，青少年服装零售商 Rue 21第3次申请破产保护，
将关闭540家门店并出售知识产权。该公司此前已于2003年和2017年申请破产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